好，接下來我們要來持續關心，尤其在水上哦，談到解放軍的威脅，剛剛特別提到的嘛，美國他祭出了他這個中國軍力報告當中，五角大廈特別提到，我們要今天關心有關於大陸的航母，因為美方是這樣說的，預估了做了一個戰力分析，2035年大陸的航空母艦數量將會達到9艘，代表說，中國海軍現在正在以非常超越預期的速度追趕上了美國用70年累積的一個海權的優勢嗎？縮小和美軍目前擁有11艘核動力航母的差距。但是呢，在此刻也有人出來酸哦，這是美國的海軍戰爭學院的教授他這樣說的。他說，雖然大陸持續擴大他的航母艦隊，這是一個大事，沒錯啦，但是呢，也未必代表說他到2035年有9艘航母都能夠真的發揮他的實戰力。針對這樣子的言論，不知道艦長怎麼看？另外，大陸在10年內這邊說航母艦隊會來到9艘，如果成真，會改寫印太海軍勢力的版圖嗎？你怎麼看？如果9艘的確很驚人，那但是不是9艘呢？這個我個人保留這個態度，因為我覺得啦，這是一個軍備競賽的一個號角響起，然後要讓解放軍朝着這個目標前進，但是中國人絕對不會上當。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其實我們無法測知解放軍到底要造幾艘航空母艦，但是我們可以從它的打擊群的規模來推知它大概有幾艘航空母艦。為什麼？我們現在來看啊，每一次這一個航空母艦打擊群出來的時候，都會出現的標準就是055的萬噸驅逐艦，因為這個055萬噸驅逐艦的本身，它除了有高功率微波、有米波雷達可以反逆中載具之外，另外它有那個上百座的垂直發射系統，它就是一艘標準的防空指揮艦。那如果現在來看，這個東部戰區的這一艘唯一的一艘還沒成軍啊，加一加也不過9艘嘛。那如果9艘，大家覺得啊，這剛好錯了，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啊，美國實際上也經常的發現055萬噸驅逐艦不知道到哪裡去了，也就是他們的除了我們講到說提供給打擊群之外，另外他還要維修啊，他還要訓練啊，所以我們這樣看哦，絕對不可能是9艘。那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他055還會繼續做啊。的確是因為它055第3批，我們目前還沒看到實際的狀況。根據中國的國防預算，他們是在2027年之前要交付12艘的动五五戰艦了。這中國他們國防部的內部規定。對，那但是呢，那12艘的話，那到目前為止也只差3艘嘛。那只差3艘，其實數量不大。12艘，它9艘，那剩下3艘，難道是？北部戰區、東部戰區以及南部戰區各1艘嗎？也不會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這樣講啊，這個9艘其實也就是鼓勵中國趕快發展。另外有一個部分，大家有發現嗎？也就是大連那個艦體學院並沒有擴大招生啊。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他的人從哪裡來？我們不要一直講軍艦。軍艦是硬體，真正重要的是軟體的人才是真正的重點。所以我個人研判，這個有關於9艘啊，那一點機會都沒有。不是中國大陸沒有能力，只是他沒有這個意願啊。但是呢，他會繼續的造，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福建艦只是電磁彈射的第1艘，那它還會再進行改進。那另外，等一會兒會講到的，也就是有關於核動力的部分。核動力的部分現在正在大連造船廠在做啊。那這個在大連造船廠呢，其實大家都認為在大連造船廠這個部分呢，其實好像是一個假消息一樣。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的照片非常多。但是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啊，什麼時候為什麼貨櫃輪要使用核動力？貨櫃輪為什麼要使用核動力？其實沒有道理啊！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個，例如說這個中國大陸它的一個輸往歐洲的這一些電動車，它自己用的是雙動力，也就是它使用的是 LNG 跟那個一般傳統動力2種
那個輔助使用。對。可是為什麼要用核動力？因為核動力就是一個試驗的載台，因為它用的是土反應器。土反應器也就是現在大家認為最可能裝上航空母艦的。那但是如果按照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各種的照片來講的話呢，其實實際上來講，大連那一艘應該已經坐實就是核動力的這一個航空母艦。那它還要測試啊。我們講到說這個測試的期程，其實雖然它在這個我們講到說貨櫃船上面已經測試過了，可是放到軍艦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它還要搭配的是中壓直流系統，然後一起來做那個測試的話，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9艘斷無可能，但是數量絕對不是現在的3艘或者是4艘而已。好，誠如這個艦長幫我們特別看到了這個航母的數量，我們在討論之外，還有剛剛也特別提到了有關於就是航母它未来這個核動力航母未來的心臟核反應爐可能會使用哪一種？剛剛特別提到現在正在研發的就是這種土基熔岩反應爐，它有一些現在說是比較可能去使用這一塊的原因是因為它的效率高，然後它的重量體積比較小，節省的噸位還可以把它改作為是設備啊艦載機，在這邊可以提升它的綜合作戰能力。那當然也有過去比較傳統的這種方法，就是說直接用優先移植093型核潛艦上面成熟的技術壓水反應堆，哪一個比較有可能？也要請教委員。應該還是壓水反應堆啦。因為以目前空中照片拍到的2座反應爐的尺寸蠻大的，應該還是核反應堆的一個尺寸啊。那第二個啦，所有的航母啊都是2座核反應爐，如果是的話，潛水艇也是啊，潛水艇1座，潛水艇1座，這航母一定有2座，因為潛水艇的任務沒有像航母那麼複雜，航母要提供動力、提供電力，對啊，而且還有5000個人在生活，對，它那個容量這個要非常的大，對，而且有的时候要維修的时候不能整個停機啊，所以至少都要有一個反應爐能夠動。還有個重水的，還有個重水傳統的重油的，比現在比較少，航母沒有用哈。那這個壓水式的反應堆它基本上就是用高壓把冷卻水弄到那個核反應爐的周遭，把熱帶走，所以核反應爐的熱度啦會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上面，然後帶走了以後變成高壓蒸汽，高壓蒸汽就來推動這個渦輪啊，讓這個整個核動力啊可以進行。但是如果是土基熔岩堆的話，它的冷卻啊是熔岩。它的冷卻劑不是高壓液態水，1700度的鹽吶，就是把鹽液化，超高溫，對，1700度液態的鹽，液態的熔岩，但不是一般我們吃的熔岩，对，不是，更精化了，更精化，不是我們吃的鹽，但是是鹽土沒錯，是鹽土沒錯，那不是我們吃的鹽那因為它的穩定度比較高，而且土基比較便宜因為它用土是用多少？用土好像用那土232啊。然後，如果是這個壓水反應的話，它用的是鈾235，那土232因為取得比較方便，可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因為你用的是熔岩來冷卻，它會產生一個對材料的要求非常高。為什麼？因為鹽是會附屬所有的材料的，而且管線又很複雜，所以它的故障率會非常高。所以到今天一直都在研究，然後一直沒有辦法商轉，就是材料科學還找不到一種說我放在這邊的時候，它的零組件損壞率可以低一點的，到目前沒有就是包括大陸已經做出了這些土基熔岩這樣的反應堆，但基本上目前為止它只是比這個歐美國家做的這個時間壽命來得長一點，但是還沒有到的。可以你在海上耀武揚威的地步，因為海上的鹽分更高嘛，你裡面有鹽分，外面有鹽分，那個維修起來是一個負擔很重。你總不能說航空母艦要出去作戰了，一面作戰一面維修，這個對這個航空母艦的指揮作戰人員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了哈。那我們這所以得到個結論，說洞4應該是雙核反應爐。OK， 因為美國所有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全部都是這個雙反應爐。那第二個，我們覺得以目前來講土基熔岩堆太先進了，擺上去
不夠適用，所以還是用傳統一點的，比較可靠。好，這邊一邊是看到了美國看到了中國大陸航母快速的建造，那另外一邊呢，美國當然也是持續的踩下油門，所以他最新也宣布了他自己的這個福特級的核動力航母呢2號艦甘乃迪號會提前也就是明年初的時候就會展開首次的海試了。但是眼前確實它有一些殘酷的事實，就是說甘乃迪號其實原本是2018年要交付，到現在其實呢它已經就這樣一整整拖了7年的時間，最新的一個進程，它是到2027年3月才能正式的來做交付。那它確實戰力也非常的好。現在的問題其實只是說它到底能不能這麼快速的造出來。它的戰力包括它可以操作 F-35C， 還有未來可以搭配它的黃鯛魚作戰半徑，還有它的控海制空能力都可以因此大幅提升。寬哥怎麼看？我們現在談兩邊的硬傷哦。現在中國航母的硬傷，各位硬傷就是很簡單，它吃油。航空母艦吃的油特別複雜，飛機要用油，它要用航空用油，航空用油，海軍的跟空軍的又不一樣哦。然後呢，需要重油推動引擎哦。那各位還要發電機，所以還需要發電柴油，所以上面呢很大的空間全部都在裝油了。美國的硬傷是什麼呢？来跟各位談哦。11月17號，美國你可以說它叫國防部，也可以說它叫戰爭部，部長叫赫格塞斯。赫格塞斯在對全美國的國防供應商的時候，直接說，他說了什麼呢？這次說的可是重話。他說：“我們美國已經欠了北約、日本、韓國、台灣跟澳洲等等太多的軍備，無法交付。目前包括了飛機、包括了雷達跟相關的一個飛彈等等，我們的進度是嚴重的落後。所以如何加強美國製造的生產能力？所以這時候各位硬傷就出來了。還記得今年出來的那個數字嗎？中國的造船的一個速度是美國造船的速度，各位不是10倍。”不是100倍，是232倍。目前中國包括了中船、大連、江南、滬東、揚子江、外高橋等等，製造了全世界高達70%的一個商船。可是各位，它是以強大的鋼鐵去作為製造的一個能量，加上有很強的輪機的一個系統。所以這個時候呢，大家都在看的就是說，那美國這個時候要怎麼追？因為美國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傷，其實各位很多人可能不曉得哦。其實目前包括了伯克級跟神盾級都已經30年了。所以為什麼川普會說，哎呀，從明年開始過去美國的總統是要回天家之後用一艘航空母艦用它來取名的，川普直接說我要更弄一個川普級，對，那我一個川普級呢，各位要35000噸，要 SPY 6型的，等等等等的，開的號碼非常非常大。那為什麼這麼大呢？其實川普也急，可是川普急的時候，他有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宣示，因為他把日本的他把韓國的韓華造船直接引到了美國費城的海軍園區。那個海軍園區很大哈，美國的包括聖地亞哥的海軍園區、費城的海軍園區等等，那個都非常非常大。那為什麼呢？他們就是說，我們美國人造不出來，我們請韓國人來造，看這個能不能突破。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呢，雙方開始在做整個軍武了。但其實呢，剛才我們2位先進其實也都應該了解哦。各位，你們知道蘇聯怎麼瓦解的嗎？蘇聯就是跟美國那時候在拼太空競賽的時候，後面導致於經濟的一個崩解，所以後面才裂解為15個國。所以今天呢，包括了俄烏戰爭等等，這個都是過去引下來的。所以重點是在於說，雙方有多少的制造能力，雙方有多少的資本，雙方有多少的一個能力。但回頭去說現在美國急的原因就是在於中國，他們其實無論是在無人機，無論是在戰艦，無論是在飛彈，很多人都想說飛彈的製造怎麼製造？其實飛彈的製造當中有一些很特別的，例如說五金件，這個是非常難以製造的。而可是現在中國的無人機我根據我個人所看到的，無論是商用的或者是類軍用的，各位他們都已經是關燈工廠了。關燈工廠是什麼意思呢？包括了機械手臂，包括了雷射的定點，包括了大規模的一個產線，都有辦法開始來使用。所以就現在來說，為什麼美國急？因為美國急的過程當中，美國發現，在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的製造能力是全世界的40%，可是今天美國的製造能力只有全世界的12%，而美國的物價又這麼高，又缺工，他們看到了中國的下水餃的戰術戰機跟戰艦，他們看了，其實他們也會擔心到美國的製造是跟不上的。好，謝謝寬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